头部在运动的时候，不是这个关节在动，不只是这个关节在动，是整个脖子，我们把脖子当成一个会动的体块来动。那么头在往后仰的时候，后面这里一定会缩短，也就是说后脑勺不会落在这儿，后脑勺落在这儿就相当于头只在这个位置动，悬空动，它得接着颈部动，头得落下来，它得到这个位置，看起来才会舒服一点。还是先找一个偏窄的方形，不是一个纯的正方形。这个呢作为头，这就是一个侧面的头，或者呢把这里截一下，这就是颅底，颅骨的颅，然后往前一条线，再往前一条线，这里折一下，这里是下颌角，这里是下颌结，这里是头部前面的轮廓，这是头部后面的轮廓，这是头顶。哎，我们找到这样的一个头的造型。那么在这个头上面，我们去接一个柱体，这个柱体是倾斜的，然后再往下接一块肩。好，在这个的基础之上，我们把它往这边挪一下，挪到这儿来了。我们先把肩画上，前后两个斜坡，然后上面接着颈部的也有一个小的斜坡。那么我们用轻一点的线啊，先把它正常的这个脖子呢画一下，这是正常的脖子。我们要画一个它往后仰的动作，注意啊，这个内容比较关键啊。它往后仰，大家看，先看啊。如果说我这样画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能看清吗？能感觉到这样的头美妙吧？不美妙，为什么呢？头和脖子分家了，头是原地转的，它是以这个为中心转的。那实际上呢，我们的运动绝对不是这样的。头和肩之间接的是颈部，那么颈部中间的是颈椎，颈椎接头的这里呢有一个关节，颈椎接肩的这里呢有一个关节。头部在运动的时候，不是这个关节在动，不只是这个关节在动，是整个脖子，我们把脖子当成一个会动的体块来动。那么头在往后仰的时候，后面这里一定会缩短，也就是说后脑勺不会落在这儿，后脑勺落在这儿就相当于头只在这个位置动，悬空动，它得接着颈部动，头得落下来，它得到这个位置，看起来才会舒服一点。还是先找一个这个方形，在这个方形里边，再把头的基础形找到。这个头和后边肩这里位置是变短的，在没有动态的时候呢是这么长，在有动态的时候是这么长，这一点呢很关键很重要。我说的哪一个点很重要，它就绝对是非常重要的，而且呢也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，不然的话我不会去反复强调这里的。为什么容易出问题呢？就是我们在画动态的时候往往考虑的比较简单这样头动，那就只考虑一个头，缺了脖子和肩，它就不成立，它就不完整，它就不真实。你可以自己动一下看一看，你仰头的时候，你的后脖颈这里肯定是缩短的，被压缩的，这样看着就舒服。如果头在原地转，它肯定是不舒服的，脖子被拉长了。来，我们再画一个再画一个肩，前后两个坡，接着颈部的一个小斜坡，下面画一个平的，还是画一个初始的颈部。初始的颈部是这样颈部自然的朝向，它就是微微的向前倾斜的，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那么把这个侧面的头呢，让它低下来，低头的时候会发生什么？那么是不是会有同学这样低头，下巴没动后脑勺飞起来了这么低头就死翘翘了。你自己低下头，你感觉一下你低头的时候，你的下巴是特别靠近你的这个颈窝的，也就是你的锁骨。你自己低头你使劲往下低，看一下你的裤裆。你看裤裆的时候，你这个下巴是不是离你的锁骨非常的近？也就是说，我们在低头的时候，前面这个方形要到这里。这是一个舒服的向前低头的，也就是屈颈部。这是屈，这是伸，屈和伸是相对的，向后就是伸，向前就是屈。那么屈颈部、屈腹部都是一个意思。
到目前这里很好理解吧？在这里面，我们除了讲它的动态以外，它动态带来的一些形的特征是比较关键的。不仅让它动起来，要动得合理啊，往前屈的时候，下巴靠近锁骨；往后伸的时候，后脑勺靠近肩部。